真的很天兵呢。啊，这不是很符合单亲小弟吗？我现在不行啊！你拖起来好痛哦。大家好，我们现在又在不知道哪个捷运站，而且现在是几点？哦，现在时刻是11:57，就是大伙们好像又睡不着。于是呢，我们就大伙们约了大概这些人，然后我们要一起骑脚踏车，我们要去嘉义高铁，然后我们没有退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保姆车，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寄到嘉义的一个叫祥和我们是寄到嘉义的高铁站附近的 Seven， 所以应该是没有退路。今天不是北嘉，我们是一日桃嘉，那大概总公里数是244公里，然后爬升短短啊，大概290而已。我们今天会就是这么不想睡觉来，主要也是拿到了新的机器，这样就手上第一个是我现在持的这一台机器，那它是 GoPro Hero 11，就是据说它的那个夜间拍摄很厉害，但最主要是它现在做8:7，之后裁切比较方便。对，8:7是什么意思呢？对，重点就是你要直拍，就是放在就是像 TikTok 啊，或是横拍 YouTube， 它都是很方便的，而且它也稍微比较广一点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拍拍看。Vicky， 我们今天有新的妹子陪我们了，好开心哦！平常只有我们2个，对，今天终于有新的妹子了。好，那今天一起加油 ，Go！现在大会报告12:10，我们现在要前往永安渔港，我们要接我们的另外一个新的队友，叫做小吴。那可以看一下，就是 GoPro Hero 11它在夜间的表现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我都不是很满意耶。我都觉得它还是噪点有点多，然后我觉得把自己拍得很像鬼，所以说夜间效果变好吗？我觉得见仁见智，我个人觉得还好。右边是我们超猛的 Vicky， 今天好开心啊，多了2个女生，史上哭了最温馨的一天。她猛点头，平常都是被这些男人霸凌，今天多了2个妹子，心情突然愉悦了起来。好，再讲一下那个 GoPro Hero 11，我觉得最让我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镜头，它有在镜头上面去做一个镀膜，那等于说它可以有油啊，或是像水啊，像现在下雨，它都可以排开，那就不会让镜头很脏。GoPro Hero 11的镜头那个镀膜要一直保留到 GoPro 100哦。大会报告，我们现在抵达了永安渔港，现在几点？现在12:53。好，永安至少没有雨，太好了。我们刚刚一路云过来，以为多了你们会比较慢一点，结果好像还是很强。你们好强！现在我们就是在永安渔港，然后小吴灰灰嗨，你怎么可以少骑20公里？现在全员10位已经集结了。然后这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是，这是 GoPro Hero 10，它都是使用这个低温长效电池，对。就是这个长这个样子。那这个低温长效电池呢，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是它比原本的旧电池大概会多20到30%，没有概念对不对？那以我这边来常拍的是4K 60帧或4K 120帧的状况呢，大概会多比旧电池多大概15分钟啦，所以我觉得也算不错。那刚刚也没有那个过热的状况发生，因为过热它就自动关机很鸟，那是没有发生，那我觉得很棒。好，然后下一个状况就是它刚刚我的那个前面那一根一直在阳痿。所以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绑起来。好了，我们把我们那根搞硬之后呢，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好了，感谢各位队友们的支援，走，出发。金峰7公里，竹北有16公里，新竹20公里，驾！我的 B 罗来了，摄影师还好吗？不行啊，我觉得我该回家了，一直抽筋了。摄影师已经开始倒在这里了。现在公里数是130，然后我们的终点是244，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110几公里嘞。哦，好棒哦！太棒了，太棒了，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劳改快结束了。各位，我们等一下去哪里？我们因为就是今天拜那个东北季风所赐，我们竟然好优秀，5点在厕所，快走！ 5点就到那个，我们就到台中了。所以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前往入港去吃早餐。然后我现在切的这个模式啊，就是 GoPro Hero 10，因为今天新机嘛，主要就运动摄影下。那目前是在5.3K，也是30帧，那只是说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用 Hyper View。那 Hyper View 你看，就是我到旁边我就有点变形，很严重，所以不能站太旁边。可是等一下就可以拍到车友，例如说你看旁边，我和就是车友的距离就会比较广。
对，然后还有包含像这边就会变得很宽。那 Hyper View 它就是可以就是比较广一点。那等一下试试看。那 Hyper View 又是变形，所以就是不能把你的队友放到最旁边，然后他会恨你。好，走 ，Go 入港 Go 25K。好，我们现在准备要过那个中彰大桥，过去又彰化了。彰化生港。好。Hyper View 的好处就是，你看我现在左右边都照得到人，除了手很像鲁夫以外，等等抵达鹿港之后，我就要把 Hyper View 换掉。在拍 Hyper View 的时候，尽量不要是这样，因为这样你看会很奇怪，尽量是这样。加油！骑去哪里？我是啊，高雄哦，好远，我到嘉义而已。加油！我们到嘉义吃火鸡肉饭了，拜拜。被车友认出来，管他 Hyper View 还是什么 View， 我懂吗？很开心。欢迎莅临20乡，哇，这里好热闹啊！现在来到的是彰化县20镇的第一公有零售市场，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控肉饭，里面那一间在市场里面，所以现在就拖卡，然后停车，这要怎么停？来告诉你多难停，你看。你看看我们多难停车啊！天哪，我们就是把车停在这边，这时候只能拜那个市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所赐，他们很热情啊，都跟我们说这边可以，这边可不停。来看看我们的那个市场控肉饭本身，哇，好大，好肥哦，很肥。然后旁边那个以为是蛋花汤，结果它是笋汤。看看我们的明师傅吃了多开心，好吃哎，好吃啊，好吃啊，入口即化，哦，真的。好。来，实在是蛮好吃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彰化县20镇第一公有零售市场，扛棒下面的控肉饭，赞推推。好，再见了20市场，我觉得很可爱。其实一直都蛮喜欢逛市场的感觉。我现在最后60K 了，应该11点多会到吧。天哪，嘉义根本就是被火烤的城市啊，是不是摄影叔？好啦，我们现在抵达了祥和 7哈，等一下来开包给大家看。林小姐，我好想哭，我的都口口声声跟我讲说你寄到了哪里？祥和门市。对啊，为什么会乱寄？你这里最近是祥和门市，都是祥，我寄到宝祥门市。还好是嘉义，我好想死哦。好啦，反正我寄错门市了，然后现在可能要坐计程车过去拿。您在这里休息，摄影师在这里休息，我直接去拿，我做的事情我负责。你真的很天兵呢。啊，这不是很符合单身小弟吗？真的很热，我根本不想。我本来想在这里开包给大家看的，要不要开了？哎，我跟你说，窦娥冤呐，就是真相大白。就是其实我订那一间就是泰祥门市是有原因的。泰祥门市我本来想说就是要洗香香回台北，要不然这样即便换好衣服还是很不舒服啊。所以我就找了就是 motel 不是有休息了，最适合我们赶快去洗一洗，然后就去搭高铁。好，所以那个 motel 的旁边最近的门市就叫泰祥门市，所以不是这一间。真相大白说我没有订错啊！你看我讲的多长远，我是不是讲长远？但是你带我到祥和门市啊。好，那现在我们就是骑去那个这不整罐马桶外就对了。泰祥门市，没听到，没听到，就 go。哎，我真的是来对门市了啦，拿身份证。还有2双的拖鞋，然后还有2个汽车袋、背包。好，大家，我们现在是不是非常完美的拿到了我们的补给袋？好，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盥洗，盥洗的地方非常近。来，你看，我就跟你说我有设想过啊，在前面而已，有没有？向日葵，要先去入口。嘿，爽！停车，这里啊。好，现在就赶快去盥洗 ，Go！ 你要干嘛？好，我们现在就是变身完成，我们洗香香完毕了。
然后现在就是一身轻装啊，对不对？比较好笑的是我们的拖鞋都有一个箱子啦，所以就是当时不够放，所以我们就踩就是纸拖鞋。我们现在就是我就已经先把就是汽车袋都放在后背包里面，然后等一下前往嘉义高铁站，好走。纸拖鞋真不行啊！纸拖鞋好痛哦。好，杰瑞就是纸拖鞋是不行的，唔烫啦，那个好痛。那我们现在用蓝白拖前进那个高铁站 ，Go。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非常狼狈，天哪，我们就是要把单车放到汽车袋里面。对，那现在就是黑色塑胶袋基本上是不被接受的吼，就是要有汽车袋。好，就这样，好，赶快，半个小时后要完成，计时开始。那我们现在真的是费尽了就是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是来到了我们的嘉义高铁站。我觉得包这些真的是太累了，真的值得花钱，真的。我觉得刚好来了一场斯巴达。我们现在回到的是台北，为什么不在嘉义做总结呢？因为就是嘉义实在是太狼狈，没有错，就是你们影片中看到这么样的狼狈，所以啊，当然是要回到我们台北来做总结啊。这 GoPro Hero 11的一个评比是怎么样呢？优点就这么2个。一个就是它终于就是不会再过热宕机，不过我觉得它不会过热宕机，真的是要归功于它的那一个低温长效电池。那可是这个低温长效电池，说真的，你也可以单独买啊。再讲它第2个优点，第2个优点就是换了这个 GoPro Hero 11，它终于可以不用让我在前面装广角镜，它就有那个水平锁定的一个功能啦。广角镜给大家看一下。好，广角镜给大家看一下。我要完美手吗？好，给大家看一下。对，那这个就是我们 GoPro Hero 9。那不论是 GoPro Hero 9或是 10， 我都会在前面装一个就是广角镜，为的就是在我在运动摄影的时候，它可以就是不会那么晃动。那不论是我怎么样转，它都是维持在一个水平锁定的功能。好了，短短的优点结束。那你有觉得它有什么缺点，或者是觉得其实新功能但是积热或还好的点吗？其实这还蛮多的，我觉得天哪，就怎么会让我只能归那2个优点呢？先讲一下我觉得还好的点，第一个就是那个 speed， 重点是为什么 speed 会造成我们的困扰，是在于说它常常会跳出一个记忆卡速度不够。那意思是说我因为换了 GoPro Hero 11，因为它 speed， 所以我要去换更贵或是速度更快的记忆卡咯。可是目前摄影师我们的记忆卡已经用到哪一个 V30啊？对啊，已经是大家很常在用啦。那如果它再上一卡，我反而为了就是11 bits 还要更贵，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而且它常常会让我就是真的会中断录影，就是因为它的速度跟不上的原因。所以感觉10 bits 不是真的缺点，可是对我而言，其实我觉得蛮困扰的。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有这样心境的，就是所谓的8:7。对我而言，就是以 YouTube 的剪辑来讲，我是非常困扰的，因为当它8:7的这个素材汇入之后，我其实针对每一个档案，我要去调那个角度的，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另类的360啊。对我而言啦，我觉得剪辑而言来讲。对，那为什么会知道？因为其实单车小弟的影片大部分都是我来剪的。重点来了，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浮现了，就是它的夜间拍摄模式真的非常的差，就像影片中显示的这么差。而且我在运动摄影的过程中，其实它一直在晃动，它超晃的。好，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GoPro 加油好吗？就是它那个夜间拍摄真的不行。我觉得不论是画质，我觉得它噪点很多，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它晃动太大了。好，就是我刚刚又想到了，就是一个就是缺点哦，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于什么？在于它的 Hyper View。对，没有错。来看一下就是 Hyper View 的画面，我的天哪！每一个人就好像是海贼王里面的人物的那个手插跟鬼一样，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广角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到那么自然，然后我就觉得那个 Hyper View 的状况，除非是我在拍景，我觉得拍人物是完全不行因为每一个靠近我的人都会变得像鲁夫一样。然后就是讲他的缺点，一定要再补他一个优点啊，对不对？我觉得他的优点就是在于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镜头，他镜头有那个镀膜可以防那个油污，是我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女生常常有时候会化妆干嘛或弄防晒，都会把镜头弄得很脏，所以镀膜一定要到那 GoPro Hero 100，通通都要给它继续镀下去，因为我觉得它真的除了就是防污之外，也防雨。
对，它会自动就是把那个雨滴就是排开，我觉得是真的蛮优秀的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镀膜是最喜欢的。结论讲那么长，可以总结3句话跟那个观众讲吗？你对 Hero 11的看法？总归一句啊，就是如果你跟小弟一样，就是有 GoPro Hero 10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不用去买 GoPro Hero 11，里面有很多的功能其实是未必可以用得到的。好，那再来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有 GoPro Hero 10以前的相机，像是 GoPro Hero 9，我觉得你或许可以不妨去试试 GoPro Hero 11，或是你也可以买 GoPro Hero 10啦。可是记得要加购它的那个低温长效电池。不专业的 GoPro Hero 11，单车小弟要跟大家说拜拜啦，因为我们的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因为我快被这个花园的蚊子咬死了。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